好，现在开始。大家好，我是文思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文思财经 NZCFD Club 每周策略与投资分析。今天是2021年2月24号星期三那么我们昨天并没有如期举办我们的这个投资分析讲座。那今天的话，我是抽空有来补办一下昨天的这一期。那我们开始之前的话，还是跟以往一样让我们看一段免责声明。免责声明 Disclaimer： 文思财经 NZCFD Club 提供的所有信息仅用于教育目的。文思财经 NZCFD Club 及其代表不是股票经纪人、金融或投资顾问，也不推荐任何股票、债券、期权、差价合约、期货、货币或任何类型的证券。在整个线上讲座webinar中提及的任何金融证券仅用于说明和教育目的。在任何情况下，文思财经 NZCFD Club 的任何观点、新闻、研究、分析、价格或其他信息仅作为一般性的市场评论，不构成投资建议。我们不承担任何损失或损害产生的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利润损失。该损失可能因使用或依赖此类信息直接或间接的引起。请记住，任何交易系统或交易模式的过去表现并不一定预示着未来的结果。好，那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的这个本期讲座。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在上一期回顾上一期的我们的一个交易者承诺报告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其中我在把这些我自己现在讲的这些的话，基本上都在上一周的礼拜六礼拜六的话都通过我们的这个知识星球频道知识星球频道以及我们的文思财经的网站的里面的日志，已经给大家基本上是给我们的会员朋友们已经提前已经给一些消息包括一些货币对一些期货的一些就是我们对这一周的一个期望吧，一个期望以及一个预测吧。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比如说其他的朋友，如果他们还不是你们大家的观众，如果还没有不知道去哪里找的话，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是有两个渠道，一个渠道是从我们的这个知识星球频道你可以看到我每周的这个 Call to Report 的分析，以及通过我们的自己的网站Vince.money 这个网站的话，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交易者承诺的一个每周的报告都会在这里呈现。目前来说的话，这个报告的话是只对会员可以开放大家如果想要看这个报告的话需要加入我们的会员。好，那我们把画面现在切回到我们今天乃至本周的一个经济日历。本周的经济日历现在来看的话，因为已经过了礼拜二，现在是礼拜三。那本周的话，我想刚刚过去的这个几个小时，纽西兰的央行的一个利率决议，以及联储的一个声明，以及它的之后的新闻发布会是对纽币整体来说对纽币的话是产生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待会儿也会着重去看一下纽币的一个走势。那在接下来的这几天当中，我想基本上是以一个各国央行的一个政策报告会、听证会。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明天礼拜四的话是有一个英国央行货币政策的一个听证会会有出现。那还有一个美国的这个叫做新屋销售，美联储的主席的一个讲话。再接下去的话，礼拜五的话可以看一下有美国那边的出勤失业证人数以及耐用品的订单这些是决定美国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命脉这些数据的话都是非常重要。那我想对在未来几天特别是在这本周的后半段的话，那可能会有一些波动无论是在货币还是贵金属以及能源方面应该都会有一些波动。好，那我们把画面再次切回到我们的这个大盘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元指数美元指数在
周线图啊，在周线图上的话，现在目前来说还是非常的劣势啊，非常劣势。现在来说的话，其实已经到达了这一轮本轮斐波那契非常接近的 A 点啊，非常接近 A 点，但它还没有破啊，还没有破。所以说，如果一旦破了这个 A 点的话，那基本上这一轮的斐波那契的上升趋势基本上就被打破啊。大家可以看，在这近10年之内的话，一般来说是美元其实是一直在上升过程当中，但现在目前来说，因为美元的这个从去年开始的一个本轮的劣势，特别是在中共病毒出来以后的话，一个劣势的话，现在其实已经这一轮斐波那契啊，这几轮斐波那契其实可能会被打破啊，那下降趋势的也就非常明显啊，非常明显。但是直到突破这个 A 点否则的话，我们目前来说还是看涨美元啊，长期开始看涨美元。这是美元的周线图，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日线图上的表现啊。日线图上面的话，其实是一直是也向空的地方推进啊，一直向空的地方推进。本轮的下降斐波那契的话，现在目前来说已经非常靠近161.8的一个叫做支撑区如果在这里的话，应该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支撑力在这边如果在未来几天的话，美元再次下来，应该会在这里可能会形成一个支持，有可能会在这边形成一个先探底，然后再收上来的一个形状那说明的话，这个美元在这边的话支撑是非常非常强。通常来说161.8的话一般是支撑非常强的地方，或者说是阻力非常强的地方需要看到底是下降的斐波那契还是上升的斐波那契。这是美元指数。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贵金属我们先来看一下黄金。黄金目前的黄金是现在在日线图上有迹象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双底在目前来说的话，斐波那契这个上升趋势的话，现在还是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回调点 C 点的话，之前其实在几天前的话 ，C 点其实也是已经被打破，所以说现在的新的 C 点已经是到了这边已经到了这边，原来是在这边，现在到这边，如果一旦 C 点形成，那价格再次向上突破的话，那这本轮的上升模式可能会被打破可能会再次被牵引起来因为我们之前说过，黄金、白银等这些贵金属在这种乱世的话特别是在经济特别的不稳定政治不稳定，全球的疫情变糟的这个情况下的话，通常来说，贵金属的话，它的价值都会体现。所以说，目前来说的，从去年8月份开始的这一轮就是回调的话，其实是已经非常非常的给我们非常好的机会买入在低价买入黄金。所以说，我们目前来说还是看涨黄金跟白银。我们再来看一下白银，如果大家会员的话看过我们的这个叫做Call Report 的话，我在这个 Call Report 里面就说过，虽然说我们是看多黄金但是黄金目前头寸量减少白银的头寸量正在大幅增加，这很可能是由于机构跟投行把一些头仓平仓后转移到白银来应对黄金头寸过剩。那因为黄金，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来引用这个黄金的这个叫做5年期的百分位数，以及它的多空净持仓的比例来看的话，的确，黄金在过去一段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概2-3个月之间的话，其实是一直是在过剩，这个头寸一直在过剩。相对来说，它的做空的头寸的话是非常小。所以说现在目前来说，其实黄金的这个回调红黄金的回调的话，其实也是相当的也是应该理所当然的话，因为我们就说过，通常来说头寸过剩的话都会有反转所以说我们先来看一下白银白银目前来说的话，其实是跟黄金的话有一点点相反的呈现相反的一个势头吧。我觉得白银的话，它的一个向上的一个
作用力的还是相当大，它而且是比黄金来说还是相当的稳定啊。所以说白银它目前来说还是一直是在这个趋势线的上方在移动，所以说如果白银在未来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往上走的趋势啊，应该是会形成啊，应该会是形成。这是在日线图上来看的话，一旦再次突破啊，大家可以看之前有过1次、2次、3次。如果再次突破这个127，这个之前是我说过，这个黄色区域的话是一个阻力区域啊，阻力区域再次突破这个阻力区域的边缘，下边缘的话，往上再走到上边缘32的可能性是相当的大，相当的大。所以说，一旦突破这个阻力，一旦突破阻力的话，它向上的势头应该是非常强。这是白银。我们再来看一下原油啊，大家关心的还是有一个原油关心的比较多，原油的话，我之前说过，原油其实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是怎么说呢？它的确是在看涨啊，的确是在看涨，在60以上，但是大家可以看之前的这个原油在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阻力区啊，阻力区，所以说现在其实已经到了这个阻力区。我想原油上升的势头有，但是我觉得并不特别大啊，特别是像目前来说，它的经济其实全球经济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其实有一点点过热啊，所以说央行它其实一直在做一些宏观的调控我想原油的话，价格并不可能，我觉得会在短期在中长期的话会有一个进一步上升的可能，可能在短期的话可能会再次继续上升，但中长期的话我还是看跌原油啊。虽然说原油现在目前来说还是看涨啊，虽然说还是看涨，所以说我们现在需要等待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原油的在日线图上我可能这个线要挪掉啊。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从日线图上面看的话，这一轮斐波那契我来看一下，这一轮斐波那契的这个叫做最终目的地其实也是在差不多在66左右，所以说我感觉它现在上升的空间还是非常小啊，非常小。所以说大家如果要做多原油的话，我觉得需要342号锌。这是原油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所关心，我们也是非常做的，也是去年做的非常成功的一个加密货币啊，加密货币。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比特币昨天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下沉吧，但是它的收线其实还是收在了这个一个在10跟20中间中间，所以说它向上走的动呢，还是也是有的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原油这个比特币的话，目前短期来看的话，方向并不是特别的清楚并不是特别明显，因为大家说，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像这种斐波那契，其实之前的这一轮斐波那契已经被破了，也就是说现在是新的斐波那契的形成，所以说 A 点到 B 点后来 B 点的话它再次下来，现在所以说这一段的这个叫做C 点，我们现在来找 C 点。C 点的话，我不知道现在是在38.2%跟50%之间，因为昨天它有过一波下沉到4万5左右今天的话又来到了5万左右。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在5万左右的时候，最好要平掉一部分的仓位，或者说大家如果是长线投资的并不是 CFD 产品的话，这个地方的话最好要获利一部分我们之前在好多点在9000、7000、9000、1万多。后来是在2万，后来又在3万多的时候入仓我们可以平掉一部分仓位昨天我之前在其实不是在昨天，在前几天的话，我已经在最高位的5万7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过可能会在5万左右的话，能够平掉一些仓位或者说是换一些货币把一些比特币换一些货币，我们想要在最好能够在更加好的位置来再次购买比特币比特币在长期来看的话，肯定是看涨我觉得应该是到
到6万到7万的话，绝对是有可能啊，绝对是有可能。但是近期的话，短期之内的话，有下降的空间，有下降的空间。这是比特币，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2个，我们也经常做，一个是以太币啊。以太币的话，现在也是跟比特币相类似，之前到了18000啊1800多后来昨天又到了1300多，后来现在目前来说又调回到1600左右。长期来看的话，2000到2700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啊，是没有问题。现在其实以太币的话其实更加好，为什么呢？因为来到了我们的非常好的一个位置，为什么呢？昨天其实是个非常好的位置，在进仓，因为叫做以太币的话，其实已经回调过深度回调区，也就是50%到61.8%之间。所以说现在来说都又到了38.2%，所以说如果在未来几天的话，在这个地方再次能够下来能够在1400到1300到1400之间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买入机会。所以说我们会在短期我们会以这个短期来看的话，我会通过我们的会员只有会员就说是 only 会员 only 的 channel 会给我们会员做一些更加详细的一个入仓的指示。这是以太币。我们再来看一下瑞波币。瑞波币的话，在这个日线图在日线图上其实也是非常类似。昨天的话是一个上下昨天的话是一个先下来，后来又收上去。瑞波币的之前的这个 C 点其实已经回调过78.6%，所以说我们在未来看多的话，其实是在0.9到1之间现在价位是0.48。同样现在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入机会我们可能会做一些短期再看一下短线的位置，来跟大家跟我们会员来分析，就是说是来指示一个入场的机会。这是瑞波币。好，那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其他的货币对。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纽币对美元我们在看之前的话，我们先来看一下纽币的这个有一些什么样在交易者承诺报告当中，看看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纽币的话，其实在截止到上一周的公布的这个日期的话，截止到2月16号的话，其实是已经到了5年期的百分位数的一个极限区，我们规划定的极限区。所以说它纽币的话，其实已经大概差不多有10周的时间已经是在极限区之内。所以说纽币在未来中长期来看的话，我感觉它上升的动能已经不足了。所以说纽币在未来的话，很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跌幅。虽然说现在来说的话，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图形上来看的话，还看不到。在周线图上面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价位是0.737。0.75到0.78之间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叫做阻力区这个蓝色画出来的部分。所以说一旦到了这个127%的话，那它的一个增速的话就会锐减，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价格再次会下来，因为它之前的 C 点大家可以看还没有回调过 C 点，还没有真正回调过 C 点。所以说现在纽币来说是非常危险。同样是在日线图上来看的话，其实现在也是还没有真正回调过。所以说纽币的话现在0.73、0.75这个期间的话我不知道，很有可能会有可能价格会再次触碰到161.8%，然后再下来，或者是在上去的这个途中突然是有一段时间的话，或者哪一个时间段突然发作，再次破这个趋势线，再次下来的话，其实只是个回调整体来说的话，纽币其实在远期来看的话，纽币还是上升的机会还是有的，只不过是在中短期之内的话，应该是不高。
这是纽币对美元。我们再来看一下纽币对瑞郎啊，为什么我说瑞郎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怎么说呢？非常我喜欢的一个产品，因为瑞郎的话其实跟纽币也是相像，也是相像。因为瑞郎的话已经有大概有20多周吧，还是20多。我看一下我的那个知识星球的报告。瑞郎的话，我是在货币区的话是第一个。我之前在礼拜六的时候，瑞郎是本周货币中多空净持仓变化最大的一个。我通常都会是把这个多空净持仓最大的一个来列为各个或者是货币或者是期货的最第一个第一个需要分析的产品。我们之前说过，从基线区并进入微型，我们一说瑞郎反转也是在近1周之内。对，那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图形上来看，我们不光光看我们先看一下纽币对瑞郎。纽币瑞郎的话，其实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的话，一直是在上涨这也是由于其他非美货币对瑞郎的一个上升的势头是非常足。但是的话，它现在在日线图上，大家可以看一下，瑞郎已经非常接近这个161.8的一个阻力区的上边缘了所以说这个地方是非常危险非常危险，随时有可能会下来，除了纽币对瑞郎，大家可以看从澳币对瑞郎澳币对瑞郎也是非常像澳币对瑞郎在这个日线图上其实已经碰到了161.8。我们再来看一下欧元对瑞郎也是也是很像。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元对瑞郎，就算是美元它近期其实一直在走弱，但是美元对瑞郎的这个货币对它的价格还是一直是在往上走往上走。说明什么呢？说明瑞郎的这个叫做价格的话，其实是一直在下降我在这个当中也跟他说，未来1周瑞郎继续走弱的可能性很大，我们将会对瑞郎进行布局当时我们就说过布局进入这个2021不祥之年，瑞郎这个一直被高估，当然是被高估了，因为大家可以看从这个瑞郎的这个大概有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极限区的？大家可以看从2020年8月份就开始进入到极限区差不多有8、9个月，它一直在极限区之内那现在下来其实是已经给了很多时间了，其实早就应该下来了。所以说瑞郎的话走弱的这个一点都不奇怪一点都不奇怪。好，那我想今天就跟大家分析到这里。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还是一样跟我在这个叫做我们的这个文思财经的网站当中，大家可以从这个 blog 当中留言，或者说是在我们的知识星球频道当中留言或者说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留言，能够给我提一些建议，或者说跟我讨论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个问题。那今天就谢谢大家收听收看，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